小伙伴们，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吗？大雄为了快点拿到礼物，利用道具时间跳跃，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大人，还跟儿子抢礼物，就不怕静香让他睡沙发吗？大雄每年都盼着圣诞老人早点来，可圣诞老人的礼物总是不给力。从小时候的练字本、乘法表，到去年的日本名人传大全套，大雄的心拔凉拔凉的。买了圣诞蛋糕回到家，看着老妈和蓝胖子满心期待圣诞的样子，大雄满肚子都是苦水，生怕今年的礼物又是一颗重磅炸弹。大雄今年想要的是任地狱游戏机，可求圣诞老人不如求眼前的这个蓝胖子。可圣诞礼物不是要一觉醒来收到才有惊喜吗？可大雄最怕的就是眼睛一闭一睁，收到的是波惊吓。蓝胖子只好拿出了一个烟囱，让大雄许愿。设定的时间一到，迷你圣诞老人拖着个大包裹闪亮登场，礼物倒是想要的入魔动漫，可没个火眼金睛真看不了。还好体贴的蓝胖子及时送上了8倍镜，让大雄可以精准地瞄准到主角的头部。贪心的大雄连忙写下了第2个愿望，可蓝胖子让大雄年轻人要学会忍耐，非要把时间设定到晚上。对于单身狗来说，消磨时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那就是脱离单身狗。可媳妇儿偏偏不在家，礼物要等到晚上，媳妇儿可能又在学霸家。大雄真是如坐针毡，蓝胖子只好拿出时间跳跃转盘，用了它就能像火箭在宇宙中进行空间跳跃一样进行时间跳跃。只是转了几圈，就得到了媳妇儿的一个深情拥抱。媳妇儿在手，幸福我有，可偏偏就有没眼力见儿的人来打扰，说是要给大雄更大的幸福。可所谓的幸福，就是胖虎提前送给大家的圣诞礼物——演唱会。就问大雄你感动不感动？正当胖虎要激情开唱时，天空却不作美，台下的3人装作一副对演唱会终止痛心疾首的模样。可胖虎是会被一点点雪花打败的男人吗？白色演唱会就此开幕，听众们一个个肝胆俱裂。话说蓝胖子，你不是有时间跳跃转盘吗？于是随着蓝胖子小手的转动，时间瞬间跳到了演唱会结束。可后劲儿非常大，毕竟跳过的只是时间，人还是享受了整个演唱会的状态。大雄灵机一动，一把抢过转盘跳到半夜，眼睛一睁就看到迷你圣诞老人送来了迷你陀螺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桌上的这份大礼是什么呢？拆开的一瞬间，大雄的笑容崩塌了，竟然是去年礼物的升级版，一套世界名人传。圣诞老人，你个大渣男，辜负了大雄每年想你一次的心。大雄人狠话不多，直接用转盘跳到了明年的平安夜。明年的礼物真是太让大雄感动了，一套书法练字套装，大雄看得老泪横流。大雄又继续跳了1年，结果礼物是健身套装，这不是侯果果的嘲讽是什么？再转再转，终于眼前出现了一个满意的礼物。可随着房门的打开，一个小孩冲向了礼物，大雄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已当爹的未来，天天摸鱼的童年一去不复返。而且蓝胖子告诉过他，跳过的时间不能重来，就算坐时光机回去了，已经是大人的自己，怕不会是把老妈吓出病来。正当大雄伤心的时候，转盘忽然爆炸了，大雄的时间线复原了。原来是转盘损坏后，一切都恢复到了使用前。但是这也意味着胖虎的白色演唱会要再来一次，这次可没时间转盘了。大雄，你可要认真享受了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今年希望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习惯起老鼠来，连他自己都怕，不仅让老鼠在自己身上爬，还和老鼠载歌载舞欢庆鼠年，跟大雄都没这么好过。难道哆啦 A 梦要改名叫猫和老鼠了吗？万众期待的新年终于到了，向来负能量爆棚的大雄在这天都神清气爽，可蓝胖子却煞气熏天。大雄见他仿佛整个喵都被掏空的样子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只见蓝胖子做了许久的心理斗争后，终于向大雄透露了原因，今年是鼠年。大雄有如五雷轰顶，笑得像个大陀螺。蓝胖子气得金币出自闭去了，没想到老鼠就在我身边，所谓直击心灵的恐惧也不过如此。蓝胖子画风都吓变了，举起一颗银河毁灭炸弹向老鼠走去，要不是大雄拖住他，就该在这儿全剧终了。脱离危险后，大雄开始给蓝胖子灌心灵鸡汤，他俩沉浸在自我感动中无法自拔。可是蓝胖子就像个治不好自己的医生，没什么能让他不再害怕老鼠的道具，无非就是在24小时内把恐惧转移给别人的障碍传接棒这种坑队友的东西，还有将恐惧放大数倍来强行适应的斯巴达式克服药片这类抖 M 型道具。
大熊心一横，死猫当活猫医，把药片塞进蓝胖子嘴里。气急败坏的蓝胖子掏出障碍传接棒，给他裤裆来了一下。只见一阵圣光闪过，两人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这时，大熊的叔叔来拜年了。大熊兴冲冲的准备去要压岁钱，脚却突然不听使唤了。看到叔叔后，更是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。原来今年是叔叔的本命年，光是属鼠的人都把大熊吓得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因为快递小哥的姓氏和鼠谐音，大熊印堂发黑。为他着想的蓝胖子刚把小哥关在门外，大熊却一边吊嗓子一边夺门而出。原来是真的老鼠出现了。一开始蓝胖子还有点怂，可是一想到恐惧已经转移给大熊了，蓝胖子再也不怕了。他和老鼠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就这样，蓝胖子和老鼠们成为了好朋友，当着爸妈和叔叔的面，像热恋中的少女一样眼红落泪，背着老鼠们跳起了爱情之舞，又在房间里和老鼠们开演唱会。忍无可忍的爸妈举着家伙事儿就冲了上来，蓝胖子只好伤心的把老鼠们送走了。而此时跑出家门的大熊没想到街上也到处都是鼠，小夫手中装饰品上的图案是老鼠，中学生和中华料理中的中听起来像老鼠叫的秋，小孩玩的风筝上也是老鼠，就连静香买的福袋里抽到的玩偶也是大耳朵老鼠。一次又一次百米冲刺后的大熊被静香这一手暴击直接带走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目瞪口呆的静香只能去找蓝胖子帮忙。蓝胖子站在空地上和老鼠们践行，自己身为未来的高科技猫型机器人，却无法保护自己的朋友，这是多么痛的领悟。多想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却不再有。大熊终于从昏迷中醒来，两人也终于理解了彼此，友情进一步升华。第二天，大家寄来的贺卡终于送到了。大熊看到后，感到自己的眼睛受到了伤害，可24小时的时效已过，可以放心大胆的看老鼠了。但蓝胖子则不同了，直接把贺卡全给扔了。看来蓝胖子怕老鼠这毛病是好不了了。蓝胖子除了怕老鼠还怕什么呢？有小伙伴们知道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正宫地位不保，被身为同行的猴子抢了饭碗，明明说好的要永远永远在一起，大熊却狠心的连续2次说出了不要蓝胖子。一个小学生竟然因为身高的问题犯起愁来，只因为懒到拿本书都想用脚丫子去勾。小夫看到了估计得落泪。不仅如此，大熊还想啥事都能躺着干。对于这种荒唐的想法，蓝胖子还真有个道具，万能 AI 猴。所谓 AI就是要先教，教会了才会为大熊所用。可大熊上来就想直接用，结果只能是大眼瞪小眼。蓝胖子还以为大熊这次又会3分钟热度，没想到大熊带着猴子跑遍了楼上楼下各种言传身教，看来以后会是个好爸爸。验收初步成果的时候到了，大熊打了个大喷嚏，此时不让猴子帮忙拿纸巾，更待何时？不过猴子现在还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拿来了鸽牌就往大熊鼻子里戳，看样子都生疼。看来大熊还得继续努力呢。大熊不仅教猴子辨别东西，小镇上的坏人也必须要能识别，而媳妇儿家那也必须要去认识认识。一听是媳妇儿家，猴子也不客气了，垫子给你铺好让你休息，碗筷给你备好让你吃好，反正以后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？不仅如此，大熊还教会了猴子只闻脚步声，便知来人是否是老妈的绝活。有了猴子，大熊离成为一个废人越来越近了。放学回到家，有猴子给他接书包，累了有猴子给他放垫子。听到老妈来喊大熊当苦力，立刻让大熊躲了起来，逃过一劫。更大的本事还在后头。猴子忽然让大熊穿着雨鞋从后门赶紧逃，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大熊还是照做了。结果不仅躲过了胖虎和小夫的差遣，还防止了踩进臭水沟里把脚弄湿。猴子的这波操作，入目直呼666。大熊更是认为蓝胖子已经不需要了，过分了，我的熊啊！此时猴子已心怀鬼胎，把蓝胖子直接关门外，而自己成了大熊最需要的猴。只要你开口，让你快活似神仙。蓝胖子无法容忍事态继续发展，再这样下去，大熊迟早会退化成为一个废人。蓝胖子没想到，猴子已经掌握了他的最大弱点，用一只玩具老鼠轻轻松松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。摆脱了蓝胖子的说教，大熊打算出门遛弯，可猴子非要他带个锅出去。可没想到，正是这口锅让他免于成为胖虎和小夫的囚下亡魂，还拿到了静香做的小饼干。大熊开心的当即就坐到公园里吃起了爱的小饼干。现在大熊连脚都要靠猴子帮他动下巴，真是懒到了一种境界。蓝胖子躲在暗处想来一发偷猴，结果又是那句你比蓝胖子有用多了。那一刻，蓝胖子只觉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这几年的友情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。直到晚饭时，蓝胖子依然沉浸在无尽的悲伤中。可蓝胖子发现猴子在马桶上翻了半天跟头，然后
大熊捂着裤裆来了。原来大熊竟然懒到想让猴子替他嘘嘘，这种惊为天人的懒完全超出了 AI 的预测范围，猴子直接原地报废。那么蓝胖子到底应不应该原谅大熊这种有事钟无艳、无事夏迎春的做法呢？